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日本新版白皮书首次把台湾部分从中国章节抽离，把台海问题看成是中美关系问题，还把台海局势看成是事关日本安全及社会稳定的关键。从这个白皮书可以看出来，日本政府自认为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的桥头堡，并且呢，符合美国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这个新版白皮书认为呢，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不可能对美妥协。日本的选择是继续关注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较量，而且呢，要坚定地站在美国这一边。再结合日本政府要员不断称呼台湾为国家，甚至呢认为台海发生战争将构成日本自卫队出兵的危机事态。未来日本政客仍将以个人的身份不断地挑战一个中国的政策。从这个白皮书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日本不会甘心让中国顺利完成统一，不管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日本都会暗中做手脚，进行暗中的破坏。那么一旦台海两岸统一，日本是不愿意接受的。日本自卫队本身呢，并不具备武力干涉台海的条件，但是呢，他们会鼓动美军介入，甚至呢，鼓动其他西方国家介入。那么怎么来鼓动呢？他们就会把台海问题国际化，通过把台海问题国际化，让更多的国家，包括欧盟国家以及五眼联盟等国家来介入台海事务。在今年的 G7 等会议上，日本甚至比美国跳得还高，还更积极，就是想让中国大陆改变台海现状的努力遭受巨大的外部压力。台海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改变不改变现状是由中国人民决定的，而不是由外部势力决定的。这一点呢，日本政府必须想明白。从战略上讲，日本这么做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或者是武力统一的进程，因为日本非常害怕中国的统一。因为一旦海峡两岸统一了，中国呢就有可能会成为控制东亚的主宰力量，日本就认为他们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所以日本现在抱紧美国的大腿，在战略上呢大打台湾牌，企图呢让美国和中国在台海问题上发生冲突。那么这样的目的能够达到吗？那么一旦美军介入台海，日本会怎么做呢？那么他们将会突破和平宪法，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提供后勤保障和相应的战略支撑。那么日本的政客恐怕要好好想一想了。既然你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单独干预台海事务，那么鼓动美国介入台海的军事冲突，你们能捞到什么好处？而这个好处你能得到吗？一旦日本的自卫队帮助美国军队干涉台海事务，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介入军事冲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军事环境下，日本不但不可能达到它挑唆中美对抗的目的，甚至它本身的军事目标，包括给美国提供的军事基地，必然也会因为美军的武力干涉台海问题而遭到相应的打击。这一点日本的政客必须看清楚，否则遭到巨大损失的可能不是美国，而是日本。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